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母亲忽然肾衰竭，我的积蓄一夜之间全部花光，老板却联合他小舅子卡着我的工资和奖金不发，甚至还嘲讽：“你妈病了，和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你妈，也不是我妈。你不觉得你在我这里赚的实在是太多了吗？”作为公司元老级别人物，我陪着老板创业，不离不弃。公司大部分业绩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时间久了，他们就想卸磨杀驴了。后来公司业绩直线下滑，濒临破产，老板痛哭流涕找到我，求我回去。我扒开他的手，麻烦让让，我这边着急上班呢，别耽误我事。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母亲突然查出慢性肾衰竭，需要一大笔钱做换肾手术。我忙得焦头烂额，一边给老人安排医院和手术，还要应付公司的事情。同事们知道后，纷纷过来安慰我，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心中感激，顾不上说客套话，直奔财务部。推开门，就看见李刚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抽烟。见我进来，他眉眼中带了几分不耐：“你来干什么？”我蹙眉看着他的态度，心中有些不安，但还是好声好气的陪笑：“李总监，我就是来问问我的奖金怎么还没到账，已经晚了10几天。我妈最近生病，手头紧。”这个李总监是老板小舅子，从来公司就看我不顺眼，拖工资、拖奖金，报销的时候各种阴阳怪气，鸡蛋里挑骨头。前几天有2万多招待客户的钱始终不给我报，说我铺张浪费，怀疑我跟饭店合伙吃回扣了。现在连正常业务奖金都开始拖欠了。我以为这次我姿态放这么低，他不会继续刁难，毕竟我是公司元老，就是说上一句没我就没有公司的今天都不为过。公司80%的订单都是我在酒桌上陪着笑，一杯酒一杯酒喝出来的，业绩比全公司所有销售加起来还要高。陪伴公司从一开始3、4个人的小作坊发展到现在70多人，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平时就算了，现在我妈就在病床上等着这笔钱救命呢，总该不会继续刁难。没想到他听了我的话，顿时嗤笑一声，脸上带了几分飞扬跋扈：“奖金？你的那些奖金不是都被你和你那些酒肉朋友吃吃喝喝花光了吗？之前报销的单子没给我交明白，奖金发不了，这是我的规矩，能忍你就忍，不能忍也得憋着。我是公司大管家，所有动钱的事我说了就算，在我这没有一只蛀虫能蒙混过关。”他点了根烟，一条腿翘到办公桌上，语气之中甚至都带着几分戏谑。我顿时神色一变，他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针对了，这就是打算卸磨杀驴，逼我走。老板知道吗？按照我之前的脾气，肯定要翻脸，立刻把事情搞清楚。但是一想到我躺在床上的老妈，我再一次压低了声音，让自己尽可能的和颜悦色。这不是我妈最近生了一场大病，就等着这笔奖金救命呢。李经理通融通融，尽快给我吧，您一向最体恤我们这些员工了不是？我的态度已经尽可能的卑微了，将对方捧得高高的，却没想到李刚直接冷笑一声，猛地一摆手：“没有，你妈病了，和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你妈，也不是我妈。反正整不明白你就滚蛋，老子没那耐心和你耗着。”我死死咬着牙，攥紧了拳头走了出去，额头上青筋暴起。偏偏这时手机响了，我接起来，是医院催我交手术费的电话。他们说最近1个月时间能给我母亲安排手术，
让我尽快交钱。我千恩万谢地答应了下来，目光死死地盯着身后门板写着财务处的牌子，深呼吸了几口气，回到了自己的办公位上。按照他说的要求，我去和吃饭的酒店沟通，要了当天的消费清单，甚至连服务员上菜上酒以及自己吧台结账的监控都拷贝了下来。等收拾好了这些，我这才深呼吸了一口气，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敲开了财务部的大门。李刚见了是我，脸上立刻涌现出一抹不耐烦。你又有什么事？我点头哈腰地冲他笑笑，将手里整理好的东西全部递了过去。按您的要求，我这边都已经整理好了，只有一部分是我用现金给客户叫的代价，那些钱找不到记录了，所以我就自己出了。剩下的钱，您看什么时候能给我报销呢？我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殷切地看着他。李刚目光不屑地随手翻了翻，听了我的话后，骤然冷笑一声：“你说报销就报销，你以为你是谁？这我不得审核通过了再说吗？你回去等着吧。”我眉头间染上几分焦躁，看着他的眼神也越发不善。但是一想到躺在病床上的老母亲，我还是压下心中的愤怒，开口道：“我妈生了一场大病，现在急需用钱，李总监看看能不能通融，尽快给我报销了。”李刚的脚搭在桌面上，鼻孔朝天地看着我，眼中写满了不屑。你说报销就给你报销，公司是你家呀，要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这个公司还怎么赚钱？你有没有把公司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他突然扣下了一顶大帽子，我站在原地愣了一下，看着他眼中赤裸裸的不屑，心中越发确定他就是在故意针对我。一股无名怒火刹那间冲上我的心头，原本还想着好说好商量就把钱拿回来的想法刹那间消失。我目光冷冷地盯着他，从牙缝中挤出来一句：“那你到底给不给我发奖金？”他呵呵冷笑一声：“发呀，当然会给你发的。不过你在公司干了10年，报销的钱没数了，等我慢慢查，什么时候查个清楚明白，什么时候就给你发。”我的怒火刹那间达到了顶峰，冷着脸摔门，转身离去。坐在办公位上，我喘着粗气，想了半天，都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带着几分火气，我一路来到了老板的办公室，却在路过卫生间的时候，听见里传来了李刚和另外一个同事的交谈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嚣张，甚至隐隐带了几分嘲讽。我就是故意欺负他的，怎么了？他敢辞职吗？他上有老下有小，没了这份工作，我看他怎么活。对面同事语气有点为难：“李总监，你这么做会不会不太好？”他却冷笑一声：“这有什么不好的？我不但不会给他奖金，我下个月还要扣掉他的补助，车补、油补，我全都会扣掉。凭什么他能拿那么多钱？我一个月就只能拿那么多死工资。我姐夫惯着他，我可不惯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节约开支的。他自己一个人拿着能找2个新人的钱，我为什么不找2个或者更多的新人来接替他的位置，然后发更少的工资呢？”他以为他不可替代，但就他干的那点东西，我随便找2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能解决。我听着他在里面嚣张的大笑声，眉眼彻底冷了下来。到现在我算是彻底明白，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想着给我发钱，之前东推西推也不过就是为了拖延时间罢了。心中的火气越发高涨，我直接冲到了老板的办公室里，一把推开了大门。里面的老板被我吓了一跳，但见了是我还是和颜悦色地笑了笑。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心中不好的预感
减少了几分。我和老板一起创业到现在已经有将近20年了，我为了他的公司鞠躬尽瘁，他一贯是尊重我的，甚至在某些重大决策上会更倾向于我的选择。我一直很感恩他的知遇之恩，于是还是没选择和他彻底翻脸，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道：老板，上个月我刚谈成了一笔100万级别的合同，说好了我的奖金加在一起一共有30多万，但是到现在我还是没拿到这笔钱，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拿到钱。我看着老板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心中原本消除的不祥预感突然加深了几分。他将我拉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好声好气地和我说：最近公司业务太忙，财务那边我也插不上手，你耐心等等。我听着他这和稀泥的说法，只觉得着急万分。老板，我等不了了，我妈在那边生着病，躺床上等着我的钱回去救命呢。您今天得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要不然我没法和医院交代。没想到我这么不给面子，老板的青筋跳了跳，但还是笑眯眯地和我说：小林呐，我知道你着急，但是这件事情不是你着急就能有解决办法的，对不对？新来的那个财务部的总监就是你嫂子的亲弟弟，他连我的话都不听的，我也没办法呀。他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毕竟你也知道，我家都是媳妇管钱，要不然你先等等，等我这边有消息了，一定第一时间给你发钱，好不好？但是他的这番话却并没能让我满意。如果是之前，我没准儿就顺坡下驴，点头答应下来了。但是现在明知道我急用钱，他却还在这儿推三阻四，让我的心刹那间就凉了下来。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估计也逃脱不了老板的指示。于是我的语气微微沉了沉，目光死死地盯着老板。老板，你这样不好吧？他嘴角的笑意终于僵硬了几分，目光沉沉地盯着我，良久，叹了一口气。我也说了，我没有办法，毕竟现在管钱的不是我，我也插不上手。要不然这样吧，我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自己请辞。这次的奖金呢，我先个人电发给你，怎么样？我听了这话，顿时冷笑一声，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眼中带着嘲讽地看着他，心中感慨，这老板真是好算计。我现在一个月的基础工资是15000，再算上一些零碎的提成和补助，我一个月保守能赚2至3万块钱。如果被辞退的话，应该是 N+2 的补偿。而我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18年，按照条例，他要补偿我20个月的工资，就是50-60万。他现在想用区30万的奖金就把我打发掉，在那糊弄3岁小孩吗？他见我情绪如此激动，脸上的表情也难看了下来，语气有些威胁：小林呐，我这也是为了你好，你要不要仔细考虑考虑？毕竟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只要你辞职，咱们工资和奖金方面的待遇一切好说嘛。我鄙夷又嘲讽地盯着他，冷笑一声，心中难免有点心寒。没想到我工作了这么多年的公司，到最后居然是这么待我的，我真是长了见识。他被我嘲讽得有些挂不住脸，不满地瞪了我一眼。我直接拍拍屁股，扭身走了出去，想让我主动辞职。你想都不要想，如果你想让我离职，就按 N+2 的补偿给我发钱，再把奖金给我补出来，否则我是绝对不可能主动离职的。我们这次的谈话终究是不欢而散，而这笔30万的奖金一直到1周后的今天也还是没能发下来。我看着距离手术时间越来越近，心中也一点点焦急了起来，有些为难。
甚至带了几分后悔，质疑自己是不是不应该逞那一时的义气，非要争那20万块钱，就这么答应了算了。但心头仍是有一股无名烈火在我体内横冲直撞。毕竟这件事情错不在我，凭什么要我去承担这份代价？我在公司不出意料地被孤立了，公司开会不叫我，公司团建不告诉我，甚至就连每天会报销的午饭也不再带我的份了。但是我都咬牙硬撑了下来，毕竟我知道，一旦我现在因为这点小事妥协，那么迎接我的不是自己辞职，就是被吞了这笔30万的奖金。但是我没想到老板做得比我更绝。这天我刚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公司下班，去医院照顾我母亲，心头像是被一块沉重的石头压着一般。刚和医生打了声招呼，就听见屋里面隐隐传来交流的声音。我顿时神色一凛，推门走了进去。果然看见了老板正笑盈盈地和我母亲说话，我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阴沉，但是顾及母亲在场，我没能发火，而是客客气气地和母亲介绍一下这是我老板，然后阴沉着一张脸将他带了出去。他顺从地跟我走了出来，然后眼神戏谑地盯着我看了一会，良久吐出来一声笑。原本我还以为你是在骗人，没想到你妈真生病了，而且我还打听了一下，你妈得的是需要换肾的病吧？能和你拖得起吗？你这2年攒的那点工资是不是都花没了呀？我被他这几句话刺激得瞳孔猩红，目光死死地看着他。你到底想说什么？他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只是想让你好好想想我给你提的建议，毕竟咱们2个也是就相识了，就算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你也是我哥们。我还是不忍心用商场上的那一套手段对付你，你自己乖乖离开不是很好吗？我看着他这一副为了我好的模样，只觉得恶心，终于将藏在心里许久的话问了出来。我自认为我对这个公司对你都算是尽心尽力，但是你为什么偏要把我逼走？我原以为会听见什么诸如功高盖主，或是我不相信你之类的话，但他却只是静静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叹了口气，随后说出了一句令我差点嗤笑出声的话：你不觉得你在我这里赚的实在是太多了吗？如果你没有那么贪心，我是会留你一段时间的。毕竟你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利益，但是现在全公司你赚的工资是最多的，甚至当月如果你没有谈成合作，我都要照样给你发2万块钱的工资。你这让我如何服众呀？他说的痛心疾首，完全忘记了当时他是如何在别人想要高薪将我挖走的时候提出提高我的基础工资，将我留下的。终于得到了答案，像是意料之中的第2只靴子终于落下。我吐出了一口浊气，居然就只是因为这点事吗？老板的脸色刹那间变得很难看，他有些不满地瞪了我一眼。什么叫只因为这事情？你难道不觉得你实在是太贪心了吗？他做出一副不想和我多说的模样，冷冷地瞪了我一眼。既然今天把话说开了，我便也不跟你多纠缠了。你现在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自己辞职离开，否则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那位重病的母亲。我瞬间脸色大变，低喝一声：你敢？他讥诮地看着我，我有什么不敢的？你若是不想你的好妈妈知道，你因为这点小事就已经被逼到打算辞职的地步了吧？当他知道你求爷爷告奶奶也拿不出来治病的钱，你猜你妈还会继续治疗下去吗？他看着我冰冷又狰狞的神色，很是畅快地笑了笑，像是拿捏住了我的弱点，甚至伸出手漫不经心地拍了拍我的脸颊，
毕竟刚才交谈的三言两语间，我可是知道那真是一个好妈妈呀，怎么会舍得让自己的宝贝儿子出去借钱呢？你说对不对？我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最后一份怜悯和情谊也彻底消失。曾经那个会在我们深夜加班，给我们点外卖，给我们鞠躬说辛苦了，将来等他发达了，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的老板，终究还是变成了这副市侩的嘴脸，是我识人不清，以为他是我的伯乐，却没想到他只是个善于伪装的吸血鬼罢了。于是在他戏谑的眼神里，我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我可以答应你自己辞职，不过相应的你要给我更多的补偿，30万的奖金是我应得的。你要是想用这点东西打发了我，就别怪我把你做的这些事情全都曝光出去了。老板的嘴刚张开，想要训斥，但是随后又想到了什么，还是悻悻地闭上了嘴。他目光阴恻恻地瞪了我一眼，冷笑一声，临走之前还想在我这儿额一笔，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最后还是没了。我听了这话，差点笑出声，讥讽地看了他一眼。他自知失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第二天到了公司，他拍出一份协议，上面写着，在我自己辞职后，将会补偿给我连奖金带工资，共计36万元整。我的奖金一共是34万，多出来的2万是我1个月的工资。我被这份协议气笑出声，但老板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而是嘲讽地看着我，快点签，签完咱们一手交钱，一手辞职。我看着他这副嚣张的样子，从鼻孔中发出一声不屑的嗤笑，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看着老板眉开眼笑地递过来一张支票，我接过支票，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记住你现在的这副嘴脸，今后后悔的时候可别来求我。老板现在似乎觉得自己胜券在握，闻言直接大笑出声，还真以为这个公司没了你之后就不能赚了吗？把你辞退之后，我大可以花更少的钱，找更多的人。你已经是个过去式了，有关心我的功夫，不如先想想你怎么活下去吧。毕竟你现在一把年纪，上有老下有小，要是哪天你不像现在这么贪婪，一定要拿这么多工资了，我可以让你回来，给你一个保安的位置，或者保洁也不错。他看着我离去的背影，哈哈大笑，我却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我拿着这36万，交清了住院费和手术费，又找朋友和曾经的同事借了点钱，一次性付清了之后的康复费用。而就在我在医院里专心致志地陪母亲治疗时，曾经的同事正一天不落地和我抱怨李刚丧心病狂的骚操作。我看着他们的吐槽，这才知道，在我离开之后，他们为了避免销售拿到像我这么多的钱，开启了降本增效的2.0。之前我在的时候，他们还不敢做得那么明目张胆，只是说一些看不到票据的钱不能报销，这也在合理的范围内，于是没什么人反驳。但是现在去见客户的时候不能打车，而是要坐公交，接送客户的钱要销售自己出，谈成合作之前不能和客户吃吃喝喝，如果客户一定要求吃喝的话，需要让客户将文字说明交给公司，李刚进行特批才可以，甚至降低了他们的提成。原本每天午饭订的是某5星级酒店特制的盒饭，但是现在却被换成了一个不知名的小饭馆，吃的第2天就让好几个同事因为肠胃炎住进了医院，而这几个吃坏的同事却没得到什么补偿，反倒是因为缺勤1天扣了奖金。我听了他们的叙述，只觉得惊奇。我要是公司的对家，我现在能乐疯了。对家？我也不知道啊。
他上来哐哐给自己2刀，还问我害不害怕。但是更令我惊奇的还没有结束。这天，我的母亲刚刚手术结束，医生和我说手术的结果非常成功，让我最近这几天留在医院多陪陪母亲康复，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我千恩万谢地送走了医生，一转头却看见了和我同样是公司销售的老张。他正愁眉苦脸地从医生的办公室走出来，看见我后快步走了过来，寒暄了几句之后，他便和我大吐苦水。我这才知道他居然也被开除了，用的方法和当时逼我离开的手段差不多，不过更容易一些。毕竟老李一开始也有想要跳槽的想法，于是在被约谈了几次之后，顺坡下驴，匆匆请辞。你是不知道，现在公司里面销售部那些30-40岁的、有经验的、工资高的都被辞掉了，留下的几个几乎都是老板的亲信，能力是没有的，牛逼是一定要吹的。现在整个公司一片乌烟瘴气，但是李刚完全不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错，甚至还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最近的成效。他们还说打算用辞退咱们的这笔钱招几个新来的大学生。他说到这里，像是想起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们可真敢想啊！我听了他们的打算，也没忍住笑。我从不否认有些人天生就是吃销售这碗饭的，新毕业的大学生或许会有嘴皮子好的，豁得出去喝酒的，但是像他们这种中大型公司拉订单，没有熟人给你介绍人脉，谁会随随便便的拉你入伙？原本一直合作的销售莫名其妙的被辞退了，然后拉来了一个小年轻，告诉你从今以后和他对接，你怎么可能敢相信他？毕竟这些合作里面有的涉及商业机密，甚至是这2个公司未来10年5年的发展，谁敢把这件事情交给一个陌生人？我和老张对视一眼，就都看出了彼此眼神之中的嘲讽。显然不止我一个人想到了这点。他看了看我，笑容有些古怪。离职之前，李刚让我把曾经客户的名单和联系方式给他了，我随便瞎写了几个我的亲戚上去。你呢？我耸了耸肩。当时他们着急吞了我的 N+2 赔偿和奖金，没工夫和我索要联系方式，我当然不可能主动给他们送去。这几天我已经和之前的客户说明我已经离职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之前的那些合作都将会由我的同事们接手。原本我以为接替我的会是你，但是现在你也离职了，那我就不好说了。我们说到这里，脸上的笑容都控制不住，就这么蹲在走廊里，捂着脸哈哈地笑了起来。我离职之后不久，就有不少公司的HR找了过来，兴冲冲地问我有没有去他们公司发展的打算。他们也都从我的口中知道了我和前公司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于是将离职以及各种补偿方面的事情都列在了我们的劳务合同之中，清清楚楚地写了出来，恨不得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他们绝对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我最后选择了一家我比较看好的公司。那家公司其实在我一开始刚入行的时候就多次接触过，不过那个时候我们2家是对家，碍于老板的面子，我一直没有同意。不过现在嘛，我和对面的老板握了握手，都从眼中看见了满意的神色，合作愉快。这个时候我就要感谢前任老板不正视辞退之恩。毕竟如果按照当年立下的辞退合同来讲，我要5年之内不能从事相关行业。不过现在嘛，我们没有走正式合法合规的辞退合同，我自然也就不用履行什么见鬼的竞业协议。
在我妈出院的第2天，我就喜滋滋地走进了公司对面的大厦里。这家公司给我的待遇极其优厚，甚至给了我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刚一入职就是副总监的位置。新公司的体量比前公司大了几倍不止。曾经和我合作过的那些老板，在听说我入职了这么一间大公司后，也都过来询问我有没有接着合作的计划。我和老板商量了一下后，便通通联系了过来。短短1周时间内，就成了一个1000万级别的订单，2个100万级别的订单。就在这边，老板张罗着要给我办庆功宴和欢迎仪式的时候，我得知了对面公司摇摇欲坠、即将破产的消息。我又喝了一声，好奇地问了一嘴，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就从我现任老板口中听到了他幸灾乐祸的讲述。自从他们开始了那丧心病狂的降薪增效2.0后，一大批老员工离职，带走了公司所有的销售人脉。他们原本以为自己能找来更多的年轻人替他们干活，疯狂地给他们画大饼，却只给他们每个月1800的月薪以及一丁点儿的绩效。老板原本用分红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吸引他们干活，却不料新招进来的那些小年轻都是一群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在老板开会拍着桌子质疑为什么这个月没有订单的时候，他们就是双手交叠，2脚直接翘到会议室桌子上，很是无奈的一耸肩。我们也没有办法呀，你不给钱我们很难做事，你这样让我很难办的。老板无能狂怒，你们只要能给我拉来订单，我就能给你分红。公司的分红难道还不比你们工资多吗？但是他们完全不吃这口大饼。我比较在乎自己的基础工资，给多少钱就干多少活。你给我1800的月薪，自然就只能得到1800的工作效率。你要是能给我1800万，你别说订单了，我连我死亡通知单都能给你。眼看着这招走不通，他又想走起了让他们主动辞职的老路，却没料到那群人完全不吃这一套。在老板提出你们要是不主动提离职的话，咱们就一直耗着。对面表示那耗着就耗着，反正我出来工作就是体验生活的。我一个00后，家里家长都还在工作，养我一个人完全不成问题。我负责给你劳动仲裁，到时候你要赔偿的可就不是实习工资这么简单的事了。老板叫嚣着说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家长，让他们家长评评理，却不料对方反手就是一套录音的大动作，直接当着老板的面儿把刚才在会议上老板无能狂怒的表现给自己家长发了过去，甚至发到了家族群里。随后老板就收获了一片哈哈哈的笑声，以及对面都表示支持的操作。老板更加无能狂怒，拼命地拍着桌子说，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了。但最后他冷静下来后，崩溃地发现自己确实没办法奈何他。人家不缺钱，不想攒人脉，不想增阅历，有时间有能耐有耐心和他耗着，到最后他们一定是耗不过这群人的。毕竟他们现在公司业绩已经下滑了80%，之前和他合作过的那些厂子都在我离开后选择了停止下一次合作。一问为什么，对面总是含含糊糊的回答，你懂的。老板很无奈，老板很抓狂，但是当他和李刚看着公司赤条条一片的收入后，终于急了。他们这才终于想起了还有一个我，连夜赶到了医院，想要见我一面，却从医生的口中得知，前2天我母亲已经出院离开。他们又大包小裹地提着礼品来到了我家，想要见我一面，却被我直接轰了出去。老板一边扒着门框，
一边陪着笑脸和我道：“之前是我的问题，我给你道歉。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了，你还能见死不救吗？我知道之前是我错了，我和你道歉。”旁边的李刚也心不甘情不愿地瞪了我一眼，但是被老板对了一肘子之后，也还是咬了咬牙和我道歉。但我却完全没耐心听他们和我说，毕竟我正着急下午上班呢。我将他们往旁边推了推，嘴角扬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嘲讽的弧度。麻烦让让，我这边着急上班呢，别耽误我事。他们脸色顿时变了，又惊又怒地看着我。你怎么可以给别的公司上班？你这不是故意针对我们吗？我顿时捂住了嘴，惊讶到哦吼了一声。这叫什么针对啊？我不过就是给人家当保安，顺便帮他们拉点私活而已，怎么能是针对你们呢？对不对？老板听出了我话语中的嘲讽，嘴角微微抽搐了2下，但还是低三下四地和我道歉。我知道你对之前的事情有怨，这样只要你愿意回来，咱们就重新签一份劳动合同。你放心，这次我们把一切都写明白了，怎么样？这待遇已经很好了，你不要不识好歹。他还是没控制住自己高高在上的语气，说到后来甚至带了几分威胁，像是我只要不答应就是不识好歹一样。我顿时没有了和他继续交谈下去的欲望，毕竟我对他的感情早就已经在他逼我离职的时候彻底心寒了，一点都不想和他过多纠缠。我直接冷笑一声，学着他当年的样子拍了拍他的脸，没事，破产就破产吧，只要你没那么贪婪的话，到时候你破产之后好好求求我，我也愿意让我现在的老板给你一个保安的位置。我的目光又落在了李刚身上，至于你的以后当保洁，或许会是一把好手，到时候你们2个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一定能干得有声有色的。在他们愤怒的吼声里，我转身出了单元楼，再次听说对面公司的消息是2个月之后了。今年的除夕夜前，我们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的大订单，老板心花怒放，大手一挥，决定给我们放一个长达1个月的带薪休假。我们当即拍板决定要一起出去吃顿饭，却在路上偶然碰见了我曾经的老板还有李刚。老板此时正穿着保安的服饰站在门口，怒气冲冲地指着一身黄袍的李刚。我都说了这里不能进，你怎么偏要为难我？李刚拎着手里的外卖，脸上有几分焦急。你是我姐夫，通融不行吗？我这马上超时了。老板拿捏着腔调冷哼一声，你有你的超时，我有我的责任，你不能为难我呀。最后李刚的手机中传来一声滴滴滴的提示，显然他手中的外卖已经超时了。他顿时愤怒地把东西往地上一扔，嘶吼一声扑到了老板的身上。我去你妈的，你让老子又被扣钱了。当初要不是你非要把林阳辞掉，我能沦落到这个地步吗？都是因为你。老板也不甘示弱，一脚踢了上去，随后转身拎起了手中的防爆叉，对在了他的脖子上。你现在过来怪我了，早干什么去了？这个主意不是你先提的吗？两人争吵间，却突然看见了笑盈盈从酒店中走出的我们，脸上顿时一阵青一阵白。我自然不会放弃这么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直接冲着他们挥了挥手。哟，这不是老板和财务部总监大人吗？怎么这副打扮，难不成是出了体察民情了？那你们工作也太努力了。他们还想说点什么，却在这时听见了身后传来一声怒吼：我的外卖怎么还没送到？李刚顿时浑身一冷，紧张地回过头去，好声好气地解释：不好意思，
这位先生，我刚才被保安拦在外面进不去了，这才耽误了你用餐。那个男人又将矛头对准了老板，老板顿时神色一僵，目光阴沉地看了一眼李刚，好声好气地解释：这位先生，咱们小区不允许外卖入内。那男人顿时气炸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也在这儿和我指手画脚？还有你，为什么别人都能把外卖送进来，就你不能？你是个废物吗？不会偷偷摸摸进来吗？三人在后面纠缠不已。我看着曾经高高在上的老板和李刚对着那个男人又是鞠躬又是道歉，才勉强安抚住了他的怒意，嘴角就扬起了一抹笑，转身回到了公司同事们的这边。老张拍了拍我的肩膀问道：怎么回事？我眉眼一弯，笑了。有些人啊，遭报应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